大家好，这里是李玉阳。这期视频的话呢，我们来聊一聊迅击阿卡丽。我自己呢手动统计了最近几天玩的8场阿卡丽，大家猜一猜这8场阿卡丽我有几盘是登顶的呢？答案呢非常让人震惊，对吧？答案呢是一把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自己呢思考了之后的结论是呢，首先呢这个阵容呢它是一个纯攻势闭环羁绊的阵容，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阵容的兼容性呢是很差的，这个阵容不好去扩展延伸一些强度更高的5费卡甚至6费卡。这个阵容只有一张5费卡能匹配，就是马尔扎哈，而且呢上马尔扎哈也一定得9级。其次是呢这个阵容它不太好吃转职，什么转职对这个阵容来说好像都不是很理想，所以呢我认为这个阵容是很难做出上限的。我近几天呢一把鸡都没有吃到，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是呢，同样呢，你也能看到这个阵容它的下限呢也是高的，所以呢，我把它定义成一个下限高、上限低的阵容。最主要是什么呢？这个阵容基本上没有同行，你可以把爽玩；有同行呢也没有关系，对吧？你可以多一个选择。因为这个阵容其实在我理解里面，它的发力期要比泽利、螃蟹、伏击、先知这样的阵容发力期要更早。就比如同样的3阶段全2星的质量，我认为阿卡丽就是最强的。这个阵容6级或7级全2星的质量，甚至有能力在4阶段和别人启动后的8级阵容打来回。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呢，我来聊一聊我对于这个阵容我为什么会选择阿卡丽来 C 的理解。这个阵容我一开始去玩的时候呢，我是用走地梦魇去 C 的，但是呢，我发现梦魇这张卡走地会花刚需神装，你必须给它吃水印银血。然后呢，梦魇的羁绊呢非常的难开无论你是阿木木还是机器人，都是单挂羁绊的情况，很尴尬。只有马尔扎哈能开出好的羁绊，但是马尔扎哈呢要9级，那我主 C 的卡9级才有羁绊，是不是很奇怪呢？所以呢，在我尝试了很多把之后呢，我放弃了梦魇主 C， 开始尝试阿卡丽主 C。阿卡丽主 C 比梦魇主 C 的优势呢明显很多，对吧？第一呢是阿卡丽的3星蓝发很好，阿卡丽的3蓝发很好开，女刀锋加俄洛伊天然带的3蓝发，当然有时候会很难抽俄洛伊，那么很可能会带色体。那么色体加斯特补也是可以的，斯特补可以和卡牌凑执法官嘛？不过这个是前期过度的搭配，我追过色体和斯特补全3的组合，我的评价呢是不如4哨兵。第二呢是阿卡丽这张卡，它不挑食，虽然呢我推荐你去带泰坦银血，因为我的游戏逻辑里面呢泰坦银血的能跳的这种很多就比如我这把低阿卡丽低的不对劲，对吧？阿卡丽没有2，未给我先2了或者艾克先2了，那我肯定不可能阿卡丽对不对？这个其实不是做梦的，这个游戏一般就是你想低什么什么就没有，对吧？不想低什么什么就很多，所以你肯定低阿卡丽的时候要防一手2星位2星艾克呀。但事实上这张卡能吃装备是真的特别多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竟然有一张卡它不挑食，对吧？不挑用，来者不拒，什么装备都可以，多么难能可贵的品质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我会建议你先考虑卡牌能不能神装。卡牌呢，我觉得电刀鬼畜是一定带的。第3件我个人建议就是帽子，卡牌我不建议你做青龙刀高迅击青龙刀纯骗的，卡牌就是要伤害的。如果前排能带功能装，比如离子日炎这种，但是这种前排不一定站得住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后排带会更好一点。高迅击的青龙刀是纯骗的，卡牌就是要伤害的。如果前排能带功能装，那卡牌就继续出爆的。第3呢是之前我说了，最好这个阵容伤害类型是一样的，对吧？阿卡丽和卡牌一样的伤害，当然搭配起来比梦魇加卡牌更契合。如果有第3个 C 的话呢，那我会选择给安贝萨做装备本来安贝萨的装备呢，你也可以给梦魇带着玩，对吧？而且呢，你要记住，就是安贝萨也只做爆的。梦魇这张卡呢，我不建议你追3，追了自己卡自己钱。前排要是有很多的装备，你可以做个救赎什么的。但是前排呢，我也一直很纠结，到底是洛里斯贴阿卡丽好呢，还是俄洛伊贴好呢？毕竟洛里斯可以开盾嘛。但是不是3星洛里斯带装备又感觉不如俄洛伊呢？所以呢，这里我不知道给谁，一般的会给俄洛伊。对位方面呢，阿卡丽这张卡你记住了，这个很重要，一定是对位对面最重要的单位。比如对面是卫，是青钢影，是艾克，是铁男，是螃蟹，一定往他脸上贴。因为阿卡丽的技能是会让他的伤害多承受 15%， 所以要把安贝萨和卡牌一起站到阿卡丽后面去。就我的实际游戏经验来说呢，同类型的赌狗阵容阿卡丽的伤害就是最爆的。
什么4星位、3星史密奇，不是变态羁绊都打不过阿卡丽。这个阵容的爆发是最强的，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建议卡牌和安倍萨只做伤害高的，就是要第一波爆发就按死对面人最重要的牌。第二是阿卡丽这张牌，他放技能是会后撤步的，他后撤步是会让对面的输出转移仇恨的。所以你根本不要怕阿卡丽吃伤害，对吗？阿卡丽就是要吃第一波伤害打第一波输出的。这个阵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波输出。第一波输出，如果你打到了对面的挂件身上，强度就是差不多，就是差很多。同样的时间，对面倒下去一个挂件和倒下去一个核心主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呢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就影响整个游戏的对局强度。你记住啊，这个阵容呢是一个爆发阵容。它不是伏击这样的阵容，边打边回血，对吧？这个阵容阿卡丽是有续航的，但是一定是打残局收割才有实力。这个阵容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波伤害一定要给对面灌满，所以这个阵容是吃对位的，是很吃对位的一个阵容。你对位到跟没对位到是2个强度的阵容，也因为很多人不了解阿卡丽这个阵容，所以他也不防守阿卡丽站位，对吧？他被阿卡丽打死，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呢玩阿卡丽是很容易对位对面的，道理就是这个。其实海克斯上呢2费的阵容我都推荐你拿不争吵不辩证冲榜战士啊，因为我是空城或者摆烂的，这2个海克斯对我的提升很高，肾上腺爆发很厉害，透体连滑也很好，辅助装呢也不错，迅击战士呢不要拿，这个东西拿来是往海克斯大嘴的。异变方面呢，全部感染啦，最后机会呀，培养魔法呀，恃强凌弱呀，魔法专家呀，多点暴击呀。阵容构筑上呢，一定是4迅击最优先，哨兵2分组，要么刀妹俄罗伊3蓝发，要么洛里斯瑞尔征服之法。如果6级能抽到安倍萨，那么这个阵容就没有7级，要么6级抽，要么8级抽。如果6级抽到俄罗伊，没抽到安倍萨，那就是上7级慢慢抽。因为这个阵容是一个纯攻式羁绊闭环的阵容，我反正是没想到怎么上体系外的卡。最后8级剩下2个羁绊，叫海克斯机械和先知嘛。那么你5费卡也没得选，对吧？整个阵容的羁绊组合都是闭环的，所以好像就没有外援这个选项啊。感谢你的收看，关注我的文呢，我祝你原地发财，我希望你天天开心。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